婆罗那鲁瓦古城现存的遗迹大部分建于婆罗迦罗摩巴忽大帝和尼萨迦摩罗统治时期。古城的建筑风格样式和布局结构与古都阿努拉德普勒有很大不同。城内沿中轴线布局婆罗迦罗摩巴忽大帝建立了一个13公里多、高12米人工湖，占地面积5941亩，能灌溉18500英亩水稻的灌溉水库。一座12世纪时的圣人雕像，手握着代表古代智慧佛性的贝叶经书。进入婆罗迦罗摩巴忽大帝宫殿遗址，现虽已成废墟，宫殿城墙厚达3米砖石外面涂抹厚厚的那个石灰，墙角处大理石雕刻的残片也足以见到当年的华丽对这个城墙厚重精致的结构与建材，也可以看出1000年前的建筑规模。西元10世纪末，斯里兰卡东西的国都和佛教中心阿努拉德普勒开始衰败没落，婆罗那鲁瓦取而代之。婆罗那鲁瓦于西元993年成为斯里兰卡的第2大古都。新哈里王朝又称真伽罗王朝，建都于此11世纪中叶后的200年间。这城内佛教色彩浓厚加上缅甸泰国的佛僧络绎不绝，造访此地。这个时阵的政治、经济、宗教拢发展到上鼎盛伴随着繁荣，其建筑的水准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东协印度的佛教美术进入衰退期，然而那个时阵，但斯里兰卡却积极的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美术形态，成就已凌驾在印度之上。至今此地仍保存许多佛教艺术精华，至今仍令人赞叹。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婆罗那鲁瓦古城作为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过程当中有加这名很绕口，主要是梵文的翻译佛教一直有这个大乘佛教跟小乘佛教之分。众所周知，信佛的和尚不可以吃肉，但是2000当前不光和尚可以吃肉，连创立佛教佛祖本人都吃肉，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为什么大众印象里和尚吃肉就是破戒呢？那根据小乘佛教戒律书记载，在佛祖传教期间，他和教导的比丘们都是托钵乞食为生那施主给什么就吃什么，当然也包括鱼和肉，因为化缘得来的这些肉食是符合佛法里规定的三净肉那什么是三净肉？具备3种条件：第一，眼不见杀；第二，耳不闻杀；第三，不为己所杀。标准的既不是专门为自己而宰杀的肉，宰杀的过程
嘛没看过、没听到，这都属于信徒可食用的范围。和小乘佛教不同，大乘佛教的佛经里主张吃素的，他们认为世间伤济杀生的罪恶，是因为老百姓吃肉引起的。但即使倡导吃素的大乘佛教，也没有将不许吃肉作为制度绝对化。第一次明确规定和尚不能吃肉的是一位皇帝是南梁武帝，西元464年到549年。那南梁武帝呢，本人都是大乘佛教的狂热信徒他曾多次抛弃皇帝身份，主动要求出家去当和尚。南梁武帝在西元511年向全国颁布诏书断酒肉文，命令禁止天下僧尼饮酒吃肉。从此以后，不吃肉渐渐成为了大乘佛教信徒的基本行为标准。不过呢，到现在在云南、泰国、日本信仰小乘佛教的地区，和尚依然能够食用三净肉，这当然也包含了斯里兰卡。我们的一个乞丐，一个乌鸦跟狗。我们的工作不好的时候，我们的来生差不多一样的，乞丐没有钱的，乌鸦没有食物的，也一样的。斯里兰卡如此多样化的宗教分布，也为斯里兰卡今仔日乱局埋下了伏笔尽管它的宗教多元，但斯里兰卡曾一度奉行佛教的沙文主义政策，佛教徒和僧伽罗人享有至高的地位，其他的民族被排挤。当佛教徒跟其他民族冲突的时候，也不在佛系那基督教在斯里兰卡留下的印记，主要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事实上呢，要得定的最大城市科伦坡，就是葡萄牙人1505年命名的。这些殖民者据点孕育了基督徒，不仅有葡萄牙的罗马天主教，还有追随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基督徒在斯里兰卡被排斥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殖民地时代受西方殖民教育的基督徒曾是社会上层。斯里兰卡的政治世家班达拉纳克家族曾是科伦坡显贵的基督教家庭，但独立了后，基督徒与本土的僧伽罗佛教徒矛盾爆发。1962年曾发生军事政变企图挑战僧伽罗人政权后被镇压。接下来呢，跟穆斯林的冲突但斯里兰卡也由来已久那穆斯林但斯里兰卡被称为斯里兰卡摩尔人这是葡萄牙人将伊比利半岛对穆斯林的称呼照搬到西兰，实际上与欧洲的摩尔人并无关系在殖民时代，葡萄牙人就曾对穆斯林实施驱逐政策，而对穆斯林最大的迫害还是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泰米尔猛虎组织企图将穆斯林赶尽杀绝，以建立纯粹的泰米尔人政权，并在1990年10月发动了针对穆斯林的种族清洗事件。斯里兰卡全称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其政坛拥有一位女神式领袖班达拉纳克夫人，以及世界上首位民选女性元首。1960年以上来了，但斯里兰卡掌权近40年，政治上奉行了社会主义。从宗教信仰看，斯里兰卡是个信仰佛教的佛系国家，但这个佛国并不真佛系
的椰子，斯里兰卡独有。给我喝一个好啊，喝看看啊。金色的对椰子，对，金色只有的，斯里兰卡才有的。对。对，味道差不多，味道差不多，好吗？好不好？跟泰国的也差不多啊的味道啊。点不点吗？点这个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不点了？因为好多下雨的时候，每个东西不点了。是这个季节吗？现在下雨多。这不是季节每天有那个东西。气候变迁，气候变迁。导游说现在比较不甜了，因为下雨多，它就不那么甜。OK。西元10世纪末，当时的国都和佛教中心阿努拉德普勒开始衰败，没落的波罗那鲁瓦取而代之。波罗那鲁瓦于西元993年成为斯里兰卡的第二大国都，著名的新哈里王朝。12世纪后期波罗那鲁瓦因印度泰米尔族的侵略而成为了废墟。14世纪了后，这个古城呢的一直隐蔽在密林中，直到了1900年时，才被考古学家发现了。有南亚珍珠之称的斯里兰卡，现今仍保存了纯正的佛教文化，其中的佛教艺术精华，至今仍令人赞叹。让我们带着一颗虔诚的心，追随着释迦牟尼的脚步，走一趟具有2000年佛教文化的历史古城。斯里兰卡你听过的人真少，介绍伊的人更较少，伊的历史、伊的文化，深深的研究它，伤脑筋哦，很深诶。所以当我制作这种比较特殊国家的旅游节目的时候，其实所耗费的精神是很大的。希望你们用力的支持我们哦。斯里兰卡这个国家不大，却集中拥有着6个世界文化遗产、2个世界自然遗产。这些遗产和丰富的海岸资源，使得斯里兰卡成为了非常优质的旅游目的地哦。东南的佛教传播四方，在世界各地大兴修建佛寺和开凿石窟。在中国，那大大小小的佛教石窟呢，遍布了大江南北。很多石窟的开凿时间，中国跟斯里兰卡这个解窟的时间差不多，岁数大小都差不多，都是2000岁上下。可是他们的境遇却是天壤之别。当年释迦牟尼佛的几次南行，为斯里兰卡带来了无比璀璨的佛教文化。虽与印度只有一海之隔，佛教文化却比印度更纯正。迄今，大多数居民仍信奉佛教，2000余年来，佛教始终是斯里兰卡文化的主流。斯里兰卡拥有了2500年的历史，以3个建都的位置作为分野，分为3个朝代，这3处构成的文化金三角为主轴，成为当今的旅游路线，呈现出2500年的文化意涵以及历史深度。事实上，整个历史朝代的变迁，严格的说，是架构在代表王权的佛牙争夺史上。
约在2000多年前，印度的一支大军曾经侵略过斯里兰卡。当时斯里兰卡的国王抵挡不住印度大军的凶猛攻势，走投无路，于是他只身出逃，躲到了丹布勒修行冥想的人群中。落难的国王在僧侣们和佛教信徒的庇护下生活了好几年。在那里的日子里，他感受到了百姓的疾苦和佛教的慈悲。他发愿，如果他有一日夺回国家，一定要为这里的僧侣修建一所寺院。那这些僧侣呢，为天下人民祈福。几年后，国王夺回了王位，为了感恩，便将当年避难的石窟建成了佛寺，捐赠给了当地的僧侣。丹布勒石窟寺坐落在金寺后山一个巨型石山坡上，在一段长达160米的花岗岩层面被人工凿出了5座石窟。最初只在3座石窟中修建了佛像，后来又经过了2任国王的扩建，成为了现在的五家。据说丹布勒周围方圆几十里曾经是僧侣们的聚居地，他们以冥想著称于世。而丹布勒石窟寺对于斯里兰卡人来说，也是追忆往昔的好地方。丹布勒石窟寺由5个石洞组成，是斯里兰卡众多石窟中规模最为壮观庄严的。其历史以波罗蜜语记载，于第1窟的入口处，第1窟内有一尊14米的卧佛。佛陀的弟子阿难尊者站立在佛陀脚边，佛的头顶有一尊毗湿母像。相传这些洞窟便是这一位印度教中重要的天神以其法力变化而成的，因此第1窟也称为天王窟。第1窟呢，是5个石窟中最大的。窟内除了有16尊站立的佛像和40尊佛陀坐像，还有2尊印度神及2尊国王像。印度神的出来呢，是因为12世纪的印度教开始传入斯里兰卡。那2位国王呢，分别为1世纪前来朝圣的国王和12世纪为石窟寺内50尊塑像贴金修饰的国王。因此第2窟也称为大王窟，因而在大王窟还有一处未解之谜。在洞内呢，有一处水源沿着石洞缝隙顶往上流至今无人解释这个水对哪位来，因为无法解释，信徒呢就认为那个就是圣水。这是国花，斯里兰卡的国花睡莲，蓝色水蓝莲花。有发现卧佛拢安尼吗？困的方式因为释迦牟尼卧着时采右侧卧姿势。事实上，许多卧佛的佛像也都是右侧卧姿。安内困可以使身体安稳，没有动乱，晚上也不会睡得太沉，也没有噩梦等等。这个佛经上讲了很多好处，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讲，也有它科学的依据我们的肠胃的胃，它的口在右边，右卧可以把胃里边的东西都顺着的靠到等下来的去，不会积在胃里面而会使肠胃通畅那么照佛的说法，有更大的好处所以说一般都吉祥而卧，可以试试学习佛陀睡觉的姿势吉祥卧也是佛教的一种修行姿势，意即呢朝右侧卧躺，